话说那年头，琉璃厂东街尾巴上，悄没声开了间小铺子，叫石鼓斋，掌柜的叫陈默，30郎当岁，眼生而独，手指头尖儿跟长了眼睛似的。都说他这本事是祖传的，打小在碎瓷片堆里滚大的。他看东西不靠书本，就靠心里头，咯噔那一下。那年春上，一个缩头缩脑的乡下汉子，裹着件油渍麻花的破棉袄，从怀里掏出个布包，层层揭开，是个青花梅瓶，口沿磕掉一小块。汉子眼神躲闪，说是祖上留下的，家里急用钱。旁边几个老油子凑过来瞄两眼，直撇嘴，晚清仿的，民窑糙货，不值钱。陈默没吭声，他手指头刚碰到那冰凉的瓶身，心口就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，不是心跳，是更深的地方，像沉在水底的石头被水流拂过。那釉面底下透出的青，那笔触里藏着的一股子拙劲，尤其是瓶底一圈没上釉的色胎，火石红沁的跟老树根似的。他眼皮都没抬，东西留下，钱你拿走，开价高的让旁边人倒吸凉气。汉子千恩万谢走了。没出半个月，京城大藏家徐四爷亲自登门，对着那梅瓶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永乐民窑精品的底子，这咯噔一下，神了！陈默的名声跟那梅瓶的身价一样，一夜之间窜上了天。人哪，捧得高了，脚下就容易飘。琉璃厂这地方，水比什刹海还深。没过多久，聚宝阁的少东家孙少卿笑眯眯地找上门。这人年纪跟陈默相仿，一身洋派西装，头发梳的苍蝇站上去都打滑。他带来个消息，南洋回来一批海捞瓷，里头可能有重器。几家大铺子都盯着，但东西杂，真真假假混一块，看谁眼快心狠。陈哥，您这咯噔一下的本事，独一份，咱俩联手吃下他，对半2批，怎么样？孙少卿手指头捻着张烫金请柬，拍卖就在3天后。拍卖场子设在个旧王府的花厅里，灯火通明，人挤得跟沙丁鱼似的。海捞瓷一箱箱抬上来，带着股咸腥味儿。陈默像条猎犬，手指在冰冷的瓷器上飞快划过，大部分东西过手，心里头静得像潭似水。直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他拿起个巴掌大的青白釉小水鱼，鱼身布满贝壳珊瑚的石痕，指尖触到鱼底一圈极细的色圈时，那股熟悉的沉甸甸的咯噔感猛地撞了上来，比上次更猛更沉。好东西，绝对的好东西。他强压心跳，眼角扫向孙少卿。孙少卿正盯着他，眼神亮得吓人，微不可察的点了下头。起拍价8000。拍卖师锤子一响，陈默刚要举牌，旁边一个胖子已经嚎起来，15000。陈默心一横，直接吼3万。场子里静了一瞬，孙少卿突然凑近，热气喷在陈默耳朵上，声音又快又急：陈哥，顶住，看见没？徐四爷也盯着呢，刚他助手出去打电话了，肯定是调钱，这东西值这个数。他飞快地在陈默手心捏了一下，比了个10万。陈默血往头上涌，徐四爷都动心了，他那咯噔的感觉更强烈了，像战鼓在擂。他脑子里飞快闪过那水鱼底足完美的色圈，那石痕下若隐若现的冰裂纹。5万，他几乎是吼出来的。场子炸了锅，最终锤响88000。陈默拿下。孙少卿用力拍他肩膀，笑得见牙不见眼。成了，陈哥，神钱是陈默押上铺子，借了印子钱凑的。东西到手，他关起门，捧着那水鱼，在灯下细细的看，越看心里头那点狂喜，却像退潮一样，一点点凉下去。那石痕怎么摸着手感有点腻，不像海水的粗粝。他找出祖传的20倍放大镜，对准鱼底那圈让它咯噔的色圈，灯光下那圈色胎边缘竟有一丝极其细微，几乎融入胎色的蜡痕，像有人用极细的蜡笔精心描摹过一道边。他脑子里嗡的一声，像被重锤砸中，什么沉船的咸腥，什么徐四爷的助手打电话，全是戏。那咯噔一下，不是撞到了宝，是撞进了人家精心织好的网里。那网用的就是他最引以为傲的直觉当金线。陈默疯了，他把自己关在铺子后院那间堆满碎瓷片的小屋里，像头困兽。他砸碎了那个水鱼，在满地的假瓷片中枯坐了3天3夜，眼睛布满血丝，手指被碎瓷割得鲜血淋漓。他恨孙少卿，更恨自己。那咯噔一下，曾经是护身的法宝，
如今成了勒死他的绳索。他抓起一片最锋利的碎刺，在墙上狠狠划下2个字：还债。怎么还？他剩下的只有这双被无数真假淬炼过的眼睛，和心里头那点还没死透的咯噔。沉默消失了。琉璃厂在没人见过石鼓斋的陈掌柜，倒是在南方某个专做高仿的地下作坊里，多了个沉默寡言的陈师傅。他手艺精绝，尤其擅长做旧，做出来的海捞瓷，连浸淫几10年的老法师都能打眼。他专做一种东西，带完美色圈，有老实痕，能让人心里咯噔一下的小件精房。他做的每一件东西，最终都悄无声息地流回了京城，流进了某些特定的圈子，流到了聚宝阁的少东家孙少卿手里。孙少卿靠着这些重器，赚得盆满钵满，春风得意。机会终于来了，孙少卿放出风声，要在自家新开的洋楼里办个私密的赏证会。压轴的是一件他千辛万苦从海外淘回的北宋汝窑天青釉莲花石温碗，举世无双的孤品。消息震动了整个圈子。沉默知道，鱼上钩了。这碗正是他呕心沥血3年，照着半张残破的故宫密档图片，用尽毕生所学和刻骨仇恨仿出来的杰作。每一个开片，每一处基釉，甚至碗底那芝麻粒大小的支钉痕里蕴藏的火气，都完美复刻了千年时光的痕迹。他自信，就算神仙下凡，也得咯噔一下。赏真会那晚，孙家洋楼灯火辉煌，衣香碧影。那汝窑碗供在铺着丝绒的玻璃罩子里，柔和的射灯下，天青釉色如梦似幻，温润如玉。冰裂纹开片如产业伸展，所有大佬围成一圈，屏息凝神，眼神炽热。徐四爷拿着放大镜看了足足1炷香，手指微微发抖，最终长长吐出一口气，喃喃道：神品神品啊！这声赞叹像点燃了引信。孙少卿志得意满，红光满面。沉默就混在侍应生里，穿着笔挺的制服，端着银盘。他看着孙少卿那得意的脸，看着满场被神品震慑的众人，看着玻璃罩里那件倾注了他所有记忆与恨意的作品，心里头一片冰冷，却又有一股扭曲的快意即将破土而出。他等着孙少卿宣布天价成交的那一刻，等着那足以让孙少卿身败名裂、万劫不复的落锤。孙少卿清了清嗓子，准备开口。就在这死寂的、充满期待的瞬间，一个穿着朴素灰布长衫，一直安静地坐在角落阴影里的干瘦老头，颤巍巍地拄着拐杖站了起来。没人注意他什么时候进来的。他慢慢踱到玻璃罩前，浑浊的老眼盯着那碗，看了很久，久到空气都凝固了。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动作，他伸出枯树枝般、指甲缝里还带着点泥腥渍的手指，隔着玻璃，极其缓慢的、徐徐的沿着那温碗最完美、最令人心醉的一条冰裂纹，从碗口一直滑到了碗底。老头什么也没说，他收回手指，在鼻尖下极其轻微的嗅了那么一下，就一下，然后他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那叹息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地，却砸了整个大厅鸦雀无声。他拄着拐杖，又慢悠悠地踱回了角落的阴影里，仿佛从未出现过。沉默脑子里轰隆一声，全身的血液瞬间冲上头顶，又刷得退得干干净净。他死死盯着那老头坐回去的阴影，盯着自己那件完美无缺的杰作，盯着孙少卿脸上瞬间褪尽的血色和眼中巨大的惊恐。他明白了，那老头绣的不是釉色，不是土沁，是他为了模仿千年岁月在支钉痕里留下的那一点点极其微妙的火气，用了一种极其隐秘的古法，里面掺了一丁屌，只有真正在土窑边守了一辈子的老窑工才能变出的陈年的风辣味。他呕心沥血算计了孙少卿的贪婪，算计了所有人的直觉，甚至算计了徐四爷的眼力，却唯独没算到，这世上还有一种直觉，是埋在黄土里，融在窑火中，浸在风蜡里，熬了一辈子才熬出来的。他那点引以为傲的咯噔，在这老窑工鼻子底下那无声的遗锈面前，碎的连渣都不剩。后来呢，琉璃厂的人只当是场闹剧，孙少卿栽了个大跟头，元气大伤。那个神秘的灰衣老头，再没人见过。至于沉默，有人说在黄河边某个小窑厂见过个闷头烧陶的哑巴师傅，手艺极好，尤其擅长补旧如旧。他补那些残破的老陶罐时，总喜欢把手指头久久地按在那些裂口、断茬上，像是在听，又像是在等，等那咯噔一下。没人知道，只知道他补好的罐子装水，一滴都不漏。
关注我，让你少走弯路。